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得名师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诗墨成歌，我是沙爷。很多人一听到临江仙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三国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。可这首词原来不是专门替三国写的，它本来是出自杨慎的《念伊始弹词》里的第3段《说秦汉》。杨慎原来想放进去的，显然不是只有一段三国的故事。这本书名里的念其实就是20，读音同思念的念，所以念伊始弹词讲白一点就是21始弹词。我每次看到念这个字，就会想到金庸先生在后来的新修版《天龙八部》里补进去的降龙念巴掌。书里的说法是萧峰和虚竹后来删繁就简，觉得后10掌变化太繁琐，威力反而不如前18掌，所以改成更精炼的降龙18掌。念伊始弹词如果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讲，它就是杨慎拿历代兴亡来说史的一部作品。它不只是讲一朝一代，而是把更长的历史一路摊开。临江仙放在这样的脉络里，意思就会很不一样。它不是单独站出来替哪一段历史下注脚，而是先替读者立起一种看历史的眼光。这也难怪后来的人会把它拿去当三国的开卷词，因为它确实太适合这种大开大合的历史入口。而我今天想从另一面来看这阙词，它表面上送走的是英雄，但往深一点来看，被送进长江里的也包括杨慎自己。因为杨慎不是一直站在江边看别人浮沉的人，他出身很好，父亲杨廷和是明朝重臣，他自己又少年成名，中进士典状元，做到翰林院修撰。这里我想多讲一下状元。杨慎不是那种只会考试的人，正史里写他慎幼机敏，11岁能诗，12拟作古战场文，远比历旧。这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不是一路考上来才显出才气，而是很早就已经看得出来，这个人不是普通读书人的底子。后来明史又记他年24，举正德6年，殿试第一，受翰林修撰。这一句话看起来很短，可是分量很重，因为状元不是普通考上而已。正史讲得很清楚，3年大比，以诸生世之职神，曰乡试。中士者为举人，次年以举人视之京师，曰会试；中士者天子亲册于庭，曰庭试，亦曰殿试。也就是说，你得先一路考到举人，接着还要经过会试，最后才是殿试。我们拿《儒林外史》里的范进中举来做比较好了。范进只是中了举人而已，都已经可以高兴到疯掉。可是举人离状元中间还隔着会试和殿试2大难关。换句话说，杨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人出头，而是一路考到了天下第一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从政治西魏到发配边疆，这其中的落差才会这么大。歌词里的金马玉堂原本是汉代的金马门和玉堂殿，后来引申为翰林院，也泛指清贵显赫的地位。换句话说，杨慎在朝堂上的起点，是很多读书人一辈子都走不到的终点。接下来我们来讨论改变杨慎一生的大礼义。这件事如果要简单来讲，就是嘉靖皇帝即位之后，想把自己的生父也抬到帝王祭祀的位置上来。可是这在当时很多大臣来看，这已经触碰到了宗法和礼制最敏感的地方。反对派的核心立场在明史里其实讲得很白，今陛下为武宗亲帝，自以考孝宗明仪。在群臣眼里，嘉靖皇帝既然是以武宗亲帝的身份继承大统，那这条副统宗法名分就不能乱。这也不是几个人在朝堂上拌嘴而已，正史里还写：诸朝乃各据一书，立言孝宗不可称伯考，署名者凡220余人，帝皆留宗不报。你看哦，这不是1、2个人在讲而已哦，是200多个大臣一起上书，可皇帝就是已读不回。后来《明世宗实录》也有一句很关键的记载：始定大礼，称孝宗晋皇帝曰皇伯考，公穆宪皇帝曰皇考。这就是最后的定案结果。杨慎不只是参与而已，他还是反对的很激烈的那群人之一。实录里写得很有画面。于是修撰杨慎乃汉门大哭，一时群臣皆哭，深圳阙庭。这里不是普通的政见不合而已，而是和皇帝对着干。大礼义之所以这么伤，不只是因为皇帝和大臣吵架这么简单而已，
而是因为他触碰到的是谁可以进宗庙，谁可以怎么被称呼，谁和谁算是真正的父子继承这样的理智问题。对今天的人来说，好像只是称呼上的差异，可是对当时的朝廷来说，那是王朝正统的大问题。这也难怪当时的刑部尚书林俊说：“古者他人于朝，与众辱之，非必欲滥其体肤而置之死也。”这句话说明了连当时的人都看不下去，觉得廷杖已经不是祖宗礼法原来的意思了。所以杨慎后来挨廷杖被折戍到永昌去，不只是仕途受挫，而是相信了一辈子的秩序一下子和现实产生了巨大的扭曲。也因为他真的是从高处上摔下来的，所以后来写是非成败转头空就特别有感。这不是站在岸上讲风凉话，而是自己也走进江水里才能讲得出来的话。有文史资料提到，杨慎晚年编写《念伊始坛词》，是在长期谪居西南之后，重新把历代兴亡看了一遍。而这个谪居西南，在明史里写：慎得云南永昌卫，服病10万里，备甚，抵戍所积不起。也就是说，他不是换个地方住而已，而是拖着病体，几乎把命都折在路上，才走到永昌去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正史后面还有一句更凄凉的话：志士或归蜀，或居云南会城，或留戍所，大力贤善视之，中外论剑者30余书，尽不复其。从这句话就知道，还有很多人都还记得他，而且还有30多次的论剑，最后都没能把他真正的带回朝堂。换句话说，临江仙不是少年得志的豪语，他更像是一个已经登过高处也跌落低处的人，回头看人间成败时，才有可能写得出来的感叹。我们再回来看这阙词本身，我想多聊聊白发渔樵。我以前只把这2个角色读成江边的老人，现在看来真的有点浪费杨慎的深意。我这次特别去查了中国社科院系统几篇关于白发渔樵的资料，在中国社会科学网谈到山水文明时，明确的把渔樵放到晋观青山和青史的脉络里。文中说，他们不是单纯退到水边的人，而是借永恒的山水来反照变动历史的人。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张文江教授的渔樵象事里也说，渔樵不是随手点上的小景，而是一种看历史的位置。所以你再回头看这阙词，你会发现他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移。原本应该站在画面中央的帝王将相慢慢退下去之后，站到最后的反而是江边的白发渔樵。这不是说渔樵比英雄更伟大，而是说离权力越远的人，反而比较有机会用更长的时间去看兴亡。也因为这样，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，才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潇洒，它更像是一种退到了山水边，才有了这样回看兴亡的眼光。你甚至可以说，杨慎不是把历史交给史官来说最后一句话，而是交给了白发渔樵。这也就回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这确实后来为什么会那么强烈的被读成三国开卷生？我觉得原因恰恰不只是因为他写到了英雄，而是因为他太适合替英雄开膛，同时也太适合替英雄送行。你拿他来开三国，完全说得通，因为一开头就是长江东去，浪花淘尽，那股苍茫开阔的感觉一下子就被推出来了。可你真的把它读完，你会发现他不是在替三国添柴火，而是在替三国降温。他不是把人推向战场，而是把人送往江边，送到青山夕阳渔樵和浊酒的那一边。这也是我这次写歌时，虽然还是用了三国的元素，甚至也引用了相关的诗词，却又不能整首歌都被三国牵着走的原因。因为这阙词真正有分量的地方，不是在于他多会讲英雄，而是在于他知道英雄最后也得退场，退到山水前面，退到江水里面。三国当然还在，那一层的文化记忆也还在，可如果只停在那一层，杨慎的用心就不容易被看见。如果再把杨慎自己也放进来看，这阙词就更有意思了。他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江渚上的人，他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把成败看得那么透彻的人。他家世显赫，又有状元头衔，除了金马玉堂，还有大礼义，也有30多年的西南岁月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临江仙写的就不只是千古英雄，也是写他自己的后半生。从朝堂走到江边，再从功名走到山水，最后再从争辩走到都付笑谈中。
所以我觉得《临江仙》它不是只在说三国，也不是只在说英雄，它写的是一个人走过高处，走过风波，走过远地流离，到最后青山依旧，夕阳如昔，江水照常东去。真正留不住的是人间那一场又一场自以为很重要的成败。而最能笑谈这些事的，不是站在帝国中央的人，而是推到江渚上的白发渔樵。这也难怪几百年以后，大家还是会在这阙词里先看见三国的影子。如果愿意静下心来多听一回，你或许能在江边和杨慎隔着一壶浊酒喜相逢。这里是诗墨成歌，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杨慎的《临江仙》。火灭楼船，秋水阔沙，城铁骑尽无言。故垒年年声吹草江声，夜夜过千川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千秋霸业赴敖桑，只剩青山对蜿蜒。江天一色无限沉，皎皎空中古月问。一夜寒舟听晚舟，半壶